康复计划：第一，加强锻炼，每天散步晒太阳；第二，记忆训练，每天读报认字，1周看1本书；第三，加强营养，一天至少1顿细粮，半个月吃1次肉。菲妮啊，你干什么呢？不睡觉，跟谁说话呢？我读书呢，你们先睡吧。快点睡吧。啊。算了，1周吃1次肉，喝水果。这些钱是每个月要寄给我哥的，不能动。这是每个月家里的生活费，也不能动。这更不行了，这可是我攒了3年的钱，将来上了大学要给爸妈的生活费，绝对不能动。可这吃肉跟营养品都要钱。要不跟徐主任借点？不行，照顾英雄还要跟组织借钱，万一将来别人点出来，我的先进就没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次必须要出点血了，不然方明阳真的会被他姐带走，我的大学就没了。方阳，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好起来！方明，你先下来好不好？你要什么，你跟我说，啊，你先下来啊！我等菲妮。费妮，你就认识费妮，费妮欠你的呀！哎呀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哎，方明，你别动，我帮你，我给你找费妮，你别动，我去给你找费妮，你快下来！菲妮，你坐这上面干嘛呀？快下来！快！怎么回事？他要带我走，我不认识他。还笑，多危险啊！快，我去跟他说好不好？你坐着啊。哎，护士长，帮忙照顾一下。哎，好，你去吧，这有我们啊。好，不许再上窗台了。这个是我为方明阳同志制定的康复计划。梁大夫说了，他只是失忆了，但是智力没有问题，
所以我会从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开始教他，直到他可以照顾自己为止。如果他在这过程中恢复记忆，那是最好；但如果没有，他也可以正常生活。所以，能不能别送他去疗养院？我知道，你也舍不得。你是不是也和那些护士一样，觉得我是个冷血动物？你也有你的难处。其实我挺佩服你的。如果换做别人，未必能有你这么理智。理智？你是想说我自私吧？就算是也没什么不对的。你已经做出你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安排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你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，哪怕是你亲弟弟。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照顾方牧阳？我不是牺牲，我是真心佩服方牧阳同志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。我这个弟弟从小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，现在竟然成了英雄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听你姐说你喜欢画画，这是我买来送你的。方牧阳从小做什么事儿都没长性，唯独画画这件事情一直坚持到了现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给他准备一本画册，或许能让他早一点恢复记忆。谢谢你，菲尼。你要爱惜点用，这个画笔画纸都挺贵的。哦，刚刚送你姐去车站的时候，她给你留了100块钱。你会花钱吗？哎，算了，这我先替你保管吧。你再被人骗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花你1分钱。你喜欢，都给你。你可别胡说啊！我占英雄的便宜，你想害死我吗？好，不胡说。总之，你呢有什么想吃的，你就跟我说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但是你要努力想起以前的事儿，等你姐再来的时候，你要跟她说，我把你照顾得很好。嗯。学着点啊，沿着这个剪，千万不要剪超过这个线，不然就会出血。一个指甲就剪好了，不难。那你试试，慢点啊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帮你剪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记起我把你手指头剪破，所以报复我呢？不记得。没事，慢慢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教你基本的生活技能了：刷牙、洗头、洗脸，到系鞋带、缝衣服、洗衣服，这些以后你都要学会自己做。学会了有奖励。拿起来。
很好。红烧肉。可以。哎呀，整整齐齐的。方明阳，你学习能力怎么那么强？炸猪排，炸猪排真没有。德大西餐厅有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德大西餐厅的炸猪排、冰淇淋，还有罗宋汤，玉花楼的狮子头，上城街的牛肉面。怎么都是吃的呀？你没想起点别的吗？火车站，火车站怎么了？火车站外的红汤饼。方牧阳，你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脑袋里都是吃的。我会和我姐说，你把我照顾得很好。行。你好，你的炸猪排。谢谢。 You're welcome。我不吃。红烧肉，上城街的牛肉面，玉花楼的狮子头，还有罗宋汤。哎呀，洗的真干净。咖啡。啥啡？你好，你确定要用这个搪瓷杯杯装咖啡哈？确定。厉害。手扎破了。没事儿，我一会儿给你涂点红药水。红。想起什么啦？红葡萄酒。什么？我想喝红葡萄酒。说不花1分就不花1分，我还能骗他不成？我就不信我还能挣不回来。1块1瓶。对。我不要了。又咸又辣。可能今年的葡萄不太好，你凑合喝吧啊！我上班去了。我想听去了。方牧阳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会和我姐说，你把我照顾得很好。就1分钟。你接着那把药吃了。嗯。把药吃了。你要走啊？对啊，回家吃饭，我还得上夜班呢。你能不能帮我再剪剪指甲？不是都教会你了吗？你都学会了呀。我这2天又忘了，我都是用嘴啃的。哎
哎，行，别咬了，你坐着。把药吃了。你看啊，你就是不要超过这个线就好了，不然它就会出血。这不就下来了？沿着这个剪，看到没？方明，方明，你看着我，你转过来。你是不是骗我呢？你已经学会了，你就故意想让我帮你剪？是。不要以为我给你花钱买吃、买喝、买画纸就是天经地义的。以后我在你身上付出的所有劳动都是要收费的。今天之前就先算了，今天之后我们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其实啊，像剪指甲、整理衣服，这些都是没成本的事儿，我本不该给你收费，这也是厂子里交给我的任务。但是往后我教你超过3次还学不会的话，我们就按次收费。哦，还有你买画纸、画笔，什么想吃那炸猪排、咖啡、葡萄酒，都从你减的100块钱里面扣，同意吗？你看啊，剪指甲、整理衣服、刮胡子3分1次。洗头、擦身、洗衣服、缝扣子1毛1次，吃喝用穿等一切实报实销。你刚才点头了，你就在这儿签字。名字怎么写？剪指甲。我收钱啦。收。好。哎，一说到钱呢，我就想起来了，你初中的时候还欠我钱呢。佩妮，我没钱吃饭了，就点钱呗。你家里人不给你钱吗？你要借多少？你有多少？这点钱还不够我买个红糖饼的呢。你有多少钱全拿出来行吗？到时候我双倍还你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要不相信我，我把我那个画本递给你。画本我也没用。等我外婆回来了，我给你买巧克力和奶油蛋糕。你不用请我吃东西，还钱就行了。谢了。还你的，借你5分，还你1毛，双倍嘛。哦。你能不能再借我2毛？我到时候还你4毛，然后再请你吃个红糖饼。你又没钱了？我这不刚还你吗？再说了，等我外婆回来我就有钱了。红糖饼就不用了，按你的规矩还我4毛就行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哎，什么时候？礼拜天吧，到时候去找你。你家在哪呀？走，咱们去景山公园玩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我听我妈妈说，景山公园那边的风景可美呢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妈妈说那边花全开了呢。那我们快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芬妮，走啊！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好呀。
回家吃饭啦。这么多年的利息我就不跟你算了，你现在也有钱了，要不咱们算一下？不记得了。好，你总有记得的那一天。方明，这衣服我洗过了呀，你怎么又洗一遍啊？不是你让我学洗衣服吗？我让你学洗衣服，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这个我怎么补呀？还笑？妮妮，哎呀，你在干什么呢？那都是我10年前的衣服了，你找他干什么啊？我想给方明同志做件衬衫。别逗了，人家小芳同志那什么个头，我什么个头啊？我这给接长一点不就行了？哎呀，别说，还是我闺女聪明又手巧啊。衣服虽然是旧的，但是如果新买的布重新做的话，也要花不少钱呢。而且你都没有布票，觉得怎么样？挺特别的，颜色也好看。颜色？妈，咱们家那碎布在哪儿啊？好看吧？这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看你挺满意的，我就收你2块钱吧。怎么了？你要去商店买要更贵，我这都算便宜的了。那我不要。哎，别，1块5，不能再少了。方明，学会讲价了是不是？你教的。哎，对，这个确实得学，以后用得上。啊，你看我这个都给你补货了，好好画，好好想，不然我这个钱就白花了。我有钱。有钱也不能乱花呀。你先别走，我来画你。你画我干嘛？不是你让我好好画吗？来，转一下。方明，你一点都不记得上学的时候的事儿了吗？你拿那个死苍蝇害我脚崴了，还有你骑车崩了我一身泥点子。你们家那么好的基因，你妈妈是大学老师，你爸爸是著名画家，怎么就没遗传到你身上啊？你还留了一截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
宋明，你这画的也太好了，跟照相馆里面拍的照片一样。照相馆拍张照片要多少钱？这么大的话得1块钱。收你5毛。方明，你赚钱赚到我头上。你教的。耍我是不是？我看离你恢复记忆的时候也不远了。以后我每天给你画，不收钱。不用，1张就够了。有些东西越少越珍贵。我很喜欢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我周末带你见个人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不想知道是谁吗？不想知道，反正都记不掉了。我去给你拿根胡萝卜。啊？方明，我有时候真觉得，你插队的时候脑子可能就已经坏掉了。为什么？如果脑子不坏，怎么会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林一啊？我也正常，他是你对象，你让给他是应该的。但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不会让。没关系，我让给你就好了。你以为这上大学的资格是北大荒的玉米啊？掰一个是一个。不过为什么会推荐你去上大学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诀窍？没事吧？啊，挺疼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叶枫。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？对，你想起林一了？他来医院看过我。林一，费妮，好巧啊，你也是来看我们球队打球的吧？你们认识啊？当然认识。费妮是我们江面一场一车间的，我是江面一场篮球队的。哎，这位是？他叫方苗，暴雨中救人的英雄。方苗同志你好，我叫叶枫，江面一场篮球队的队长。你好，我叫方牧阳。你这个儿，你这体格子太适合进我们球队了，考虑一下不？叶枫，费妮找我有点事儿，就不麻烦你了。费妮送我去医务室就行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一会儿也没事，咱就一起呗。叶枫，我找林一是私事儿。那行，你们去，我正好他们等我回去打球呢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考虑一下。你手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那我们聊聊。他画画的样子和以前一模一样，一点儿也不像失忆的人。他虽然没有想起以前的事儿，但已经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。原则上说，他现在除了没有想起以前的事儿，就是一个正常人。还是不一样。他看我的眼神太陌生了。如果你能经常去看看他的话，也许就不会这样了。菲妮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看不起我，但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你没资格指责我。我没有看不起你，
我也觉得你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只是不能是这个时候你对方明不闻不问。我还要怎么闻怎么问？我又不是大夫，我又不能给他治病。但你是他对象呀，你们在一起插队，而且在一起了很多年，你最了解他。梁大夫也说了，你多帮他回忆以前的事儿，有助于他的记忆恢复。所以我来找你，也是想让你帮帮他。我不是他对象，我也帮不了他。是你自己亲口说的。菲尼，你高尚，你伟大，你愿意为了照顾他牺牲你自己，那是你的事儿，你不能来要求我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他对象，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还挺好看的。好看吧？好看。我跟我哥小时候总来这玩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来。你干嘛啊？隔壁病房丫丫不高兴的时候，他爸就这么逗他的。你少占我便宜。泡苗，你说如果你永远想不起来以前的事儿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从前的事儿很重要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不好的。以前的事儿想不起来了，说明也没那么重要。以前的朋友忘了，那就再交新的。我其实不太明白，你们为什么总想让我想起原来的事儿呢？就算我记不起来了，我也还是我，我又不会变成什么其他人。那你不会觉得不踏实吗？一开始会有一点，但现在不会了，因为我有你在。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儿吗？康南路，小的时候你带我们一起去玩过。在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以前住这儿，有没有想起来什么？这可能跟你住的那会儿不一样了。没事儿，随便看看吧。走。快点下来！洋洋，洋洋，又爬树！
到时候摔到你知道疼了。赶紧下来，下来！外婆今天买了冰淇淋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好，快下来！今天买了冰淇淋。哎呦，好，你怎么又在爬树？快放下来！哎呦喂，我让你皮，让你皮！要不是有这个哥哥，你腿就摔断了。同志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待会儿告诉你爸怎么带妹妹的。你再敢摔树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打掉你头。没想到你虽然失忆了，但是英雄气概还是在的。菲尼，我们走吧。你不是上去看看了？我想吃冰激凌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今天你表现的不错，奖励你一个冰激凌。这不是冰激凌，这就是冰激凌啊！这个不是。怎么会？它就是。这才是冰激凌，你的不是。你满脑子里都是吃是吗？冰淇淋那么贵，我哪买得起啊？就有冰棍儿，来吃不吃？哎呀，真好吃！下次我请你吃冰激凌。你说你要是不跟别人说你生病了，谁知道你有病啊？王明瑶，我求你个事儿呗。冰激凌。王明瑶，我把你爸爸妈妈和姐姐的信息写了一下，不全面但够用了。还有你插队的时候的事儿，我编了一点儿，反正徐主任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能蒙过去。最主要的啊是这段，一定要记下的。救人时，我的脑袋里是一片空白的，因为救人对我来说是本能，是不需要准备的。如果一定要想，我当时只有唯一的一个信念，就是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你听没听我说话？你想让我假装康复，去帮你骗人？你不要这么说，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好，我也是做了很长的思想斗争，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看在我照顾你这么多天的份上，你帮帮我呗。你要是帮帮我的话，我就请你吃冰激凌。什么表情啊？你是不愿意还是
背不下来。对，你还是病人，确实有点难度，我帮你精简一点。救人时，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，因为救人对于我来说是本能，是不需要准备的。如果一定要想，当时我脑子里只有唯一一个信念，那就是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风明阳同志，你可太棒了！费尼同志，请我吃冰淇淋。一言为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简直太好了！我听费尼同志说，你已经完全恢复了记忆，真是太好了。徐主任好，我已经完全彻底的康复了，请您和厂领导放心。这病好了，人都精神多了。冯丽娜，赶紧倒茶。徐主任，徐主任坐，坐。哎呀，方明同志，你真的全都记起来了？对，基本上都记起来了，只是他脑子受过伤嘛，可能对有些事情还是有些模糊。但大夫说了，他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，可以说是完全康复了，是吧，方明阳同志？是，是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厂宣传科的汪科长，我今天特意把他请过来，就是要专门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。我要号召全厂的职工一起学习你的高贵品质。汪科长好。你好，方明阳同志，你先跟我们大伙儿讲讲当时救人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幸好这个问题我有准备。徐主任，当时我脑袋里是一片空白，因为救人对于我来说是本能，是不需要准备的。如果一定要想，如果如果什么？想到什么？菲尼啊，不是说已经彻底康复了吗？他可能有点紧张。哦，方明，如果一定要想，如果一定要想，我想说的是，过去这段日子，是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间。费尼总说我是个英雄，要向我学习，但他才是让我最敬佩的那个人。为了照顾我这个陌生人，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时间，不辞辛苦，不求回报。他从洗脸刷牙开始教我，一遍一遍不厌其烦，对我不离不弃。我很幸运，能在我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他。他让我重新站起来，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。他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。我今天能这么健康的站在你面前，都是他的功劳。好啊，太好了！鼓掌。好，费尼同志啊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光荣地完成了我们江面一厂交给你的艰巨任务。我明天就向厂领导汇报，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，当劳模、上大学，那都是最合适不过的。谢谢主任，我一定不辜负厂里的培养。
好，好，好啊！王明阳同志，我们一起合个影。对对对，好来来来。看我干嘛？你怎么不按照我的稿说呀？啊，刚刚你那么说都吓死我了。你说的话我都不记得了，而且我又不想说假话。你那也是假话呀？什么自你有记忆以来最幸福的时间？那是真话。怎么可能？作为一个失忆的病人，自我有记忆以来，不就是从医院醒来开始算的吗？而且那段时间，确实是我最幸福的时间。你表现不错，我请你吃冰激凌。吃啊！这个就是真正的冰激凌，快吃吧。但我想吃的不是这个。哎，行，好了，行了，别画了。我知道你说的那个，啊，那个买不起，只有在大饭店才能有。你尝尝，真的可好吃了。好吃吧？没骗你。我跟你说，我小的时候只有期末考第一，我爸妈才能给我吃。你经常考第一吗？不是经常，是每次。如果现在还能考大学的话，我肯定能考上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费尽心机的。所以你照顾我，是为了上大学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有这么说吗？你脑子不好，你可能没听清。是你刚才自己说的呀，为了上大学费尽心机。我说的是，我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好。原来你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。有目的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需要别人照顾，我需要上大学，我们这是各取所需。这些话你敢当着徐主任的面说吗？我不敢，你也不能说。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说的对你没有好处。那可不一定，我是病人，要是我心情不好了，或者没吃到想吃的东西，我可胡说八道。行，我领你去吃画本上那个东西。怎么了？钢琴我可买不起。接着弹呀。我想不起来了。你多弹几个音就能想起来了。你外婆家有一台钢琴，你肯定会弹的。我带着你。多亏了你外婆给学校捐的钢琴，我才学会了弹钢琴。
春分时想起了你，夏知道想起了你，秋天的落叶属于我的你，到白雪茫茫时还是想到你。有一个小小地方，他们有大大梦想，可爱的每个脸庞，在心里发着光芒。想起来什么没？我想起我小时候弹钢琴的事情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事儿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就都能想起来了。我再给你加强营养，说不定明天就好了。再谈谈。